当时生活是过得很惬意的，我有自己的一套住所，那么年轻就已经过着半退休的生活。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差不多年龄的同伴都觉得很羡慕，但是人总得进步嘛。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，要跳出自己这个舒适圈的框框。我就毅然把马来西亚的一切全部放下，然后来到澳洲一个叫做 Brahma Kumaris 的 Retreat Center 一个进修营中心来做义工。那签证只能做3个月，我也还没有想到3个月过后自己要干什么，就先来3个月尝试一下。这3个月呢，其实自己是蛮开心的，学到很多东西，认识到很多人，也算得上是帮了一点忙了。其实当时3个月，也还没想到3个月过后要去哪里，只是知道签证是3个月，3个月过后一定得离开。那么就在我即将要离开的3天前，就收到航空公司寄来的一封邮件，就是说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，所有的班机都被取消。那我就突然之间被卡在澳洲里面。哪里都不能去，当时心里是挺紧张的，因为签证就快要到期了，就是赶快去打电话啊，然后上网啊，搜寻资料啊，然后就是去办新的签证和手续等等的。那当时我来是夏天的开始，3个月就是想到夏天结束过后我就会离开。那突然之间被卡在这里，其实 Brahma Kumaris 呢，他们也很欢迎我继续留下来帮忙，但是没法子，因为太冷了，我在那边逗留了大概是5个月左右，在 Blue Mountains 大概是5个月左右，因为冬天即将到来，太冷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之下呢，就是派我去到了另外一个 Brahma Kumaris 的 Retreat Center， 没有这么冷啦，可是在那边待了1个半月左右，还是冬天来了，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，就是毅然离开，去到 Queensland， 就是黄金海岸的那个州属那个省，那边比较有阳光，比较有比较好的阳光，就是毅然决定要去到 Queensland 找一份工作，然后自己找一个住所，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异印流浪之旅。其实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，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，郊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就是特别想去农场尝试一下农场生活，所以才找了一份采草莓或者是采水果的工作。当时是在网上找到采草莓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我就根据那个地址来到一间草莓厂，因为那个 agent 啊，其实当时我也不懂他是个 agent 还是什么，他就告诉我，你到了你就打电话给我。我们就一伙人租了一辆汽车，浩浩荡荡来到 Capucha， 就是在 Brisbane 再上去大概是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 Capucha。我到了那边，我说我找这个人，但是他就没有在，而是另外一个人带了我去到那个住所，我才发现那个住所其实不是住所，那个住所其实是 container 那种装货的，用邮轮来运输的那些大大的 container， 他把那些 container 呢分割成很多非常拥挤和窄小的房间，而且是2人1房。你进到去，你有一张床、一个衣橱、一张桌子，然后你再放下你的行李箱过后呢，你几乎是没有活动的空间。它是2人1房，而且呢是1个人120元澳元1个星期，是非常贵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厕所是远到可以，因为每一个在农场工作的人员，他们都是被安排住在那么拥挤的，这个 container 这个小空间里面，厕所是远到可以
它有一个很大的厨房，但是也没有很靠近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跟我说，如果你要采草莓呢，你就一定要住在 container 里面，你不能住外面。如果你要住外面的话呢，你不能采草莓，你只能包装草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包装草莓呢，它的这个人工是差不多是低于一半的，少于一半的。你去采草莓虽然是有点辛苦，但是它的这个工资是算是比较好的。然后更可怕的就是，他跟我说什么？他给了我8个硬币。他说每一个星期你都会收到8个硬币，一个硬币呢是你洗衣服的时候你要放一个硬币进去洗衣机里面啊，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。那还有7个硬币是做什么的呢？那7个硬币是给你洗澡的，你洗澡之前你要放一个硬币，它才会有热水出来。而且更恐怖的是，那个热水只有5分钟，5分钟过后，如果你还没洗完的话，它就没有水了。当时我听了，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啊！就因为我来工作，我是就是我来工作，我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找钱，我就要被这样对待吗？我进了那个 container， 就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 container 里面呢。过后呢，我们都发现那个 container 其实它不是坐落在地面上的，它是有一些架子支撑着那个整个大个的 container， 然后那个 container 是一直在摇啊晃啊摇啊晃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人在 container 外面讲话的话，你是听到一清二楚，很大声的。然后我就跟其中一名队友说，我好想现在就立刻离开哦，可是立刻离开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采草莓，那怎么办？其实不止，那个人走之前他还告诉我，你在澳洲上班呢。他以为我是 working holiday 过来的。他说你在澳洲上班呢，政府要抽15%，15%是要被抽税的。他自己本身是学生，抽的更多，就抽19%。他说如果你愿意啊，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工头，2点钟你回来这边，我们只抽你5%。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优惠，让我选，你要被政府抽15%，还是你要我们谈一点人情，我们只抽你5%，而且他是给现款的哦，不用透过银行户口给的哦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是我的话，现在你有2个决定要做，第一就是你要不要继续住在那个 container 里面，然后可以赚到更多一点点的钱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给政府抽掉15%，还是你要跟他们搞一些关系，只是被扣掉5%，请选择。